上 B1 语言学校的最后一周，所以我想要来做布朗尼请同学吃，然后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在语言学校的心得。那我们就开始吧。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做布朗尼所需要的食材。首先要做布朗尼，你需要一根熟香蕉，大概是要让这种皮已经变得有一点黄褐色的香蕉最好。然后我这边大概是83克左右的香蕉，你到时候会需要把你的香蕉磨成泥，所以如果它越熟的话，到时候它越好磨成泥，而且香气会比较容易出来。接着我们需要一整条250克的奶油，以及322克的砂糖。没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东西，但它真的非常容易变胖，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做这个蛋糕，然后拿去分送给你喜欢的人。这样他们开心，然后你也开心，而且你还不用变胖，不是很棒吗？这是大概200克左右的熟核桃，就可以依照你喜欢核桃的程度决定你要加的多寡。你可以放大部分的在那个蛋糕体里面，然后留少部分的放在上面做点缀。接着我这边有大概190克到200克左右的苦甜巧克力。那你可以选择像这样子块状的巧克力，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就是一颗一颗的，因为到时候我们要把它隔水加热。如果你是选那种小颗的话，它会比较容易融。接下来这边我们有可可粉跟杏仁粉，那这两个粉类到时候跟低筋面粉要一起过筛，所以说你要准备一个像这样子的筛网。然后我这边有5颗的大鸡蛋。我们总共大概需要266克左右的蛋液，那一颗整个鸡蛋的蛋壳重大概是11% 左右，所以你就可以用你蛋的重量，然后减掉11% 去看你蛋液重量是多少。除了我们刚刚准备好的食材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塑胶袋，这样我们才可以用我们的手温来软化奶油，以及一个比较宽口的锅子，方便我们做苦甜巧克力的隔水加热。还有一个模具，我建议是最好铺好烘焙纸，这样你拿脱模的时候比较方便。当然还有刮刀跟搅拌盆，以及非常重要的烤箱，最好是先预热好上火180度跟下火200度。那我们现在先开火，把水给煮起来，然后把巧克力可以先丢下去了。同时我们可以来把我们的香蕉给捣碎。现在我来分享一下语言学校的心得。在德国念语言学校的好处，真的就是你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以我们班为例，我们有来自南非、巴基斯坦、伊朗、约旦、马达加斯加、法国、利比亚、哥伦比亚和台湾的同学。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说英文，这就大大的给了我讲德文的动力和勇气。老师也会一直引导我们去跟同学互动，或者是一起完成任务，所以整体下来就很像是一边玩一边学习，感觉非常的好。在进来语言学校之前，学校有提供我们考试，让我们确认一下我们的程度，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同学程度都是差不多的。上课的过程中，老师也非常的注重我们是不是有跟上，作业有没有写。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跟上的话，不仅会浪费你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钱，还会影响到其他同学的进度。我们班的同学大部分人都跟我一样，是因为有德国籍的另一半，所以必须要迫切的学习这个语言。也有人是梦想成真，好不容易可以到德国上班，所以他们需要赶快可以流利的跟人沟通。大家都是非常认真在学习德文的，而且下课也会互相帮助、互相交流。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咦，你的另一半就是德国人，为什么你不直接跟他学德文就好了呢？其实会说一个语言跟会教一个语言真的是两回事耶。我跟我的同学的共同烦恼都是我们的另一半超级不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文法是这样，因为他们是母语者，他们讲话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讲，布噜布噜就讲出来了。凭良心讲，如果叫我解释中文的文法为什么会长这样，我也是完全无法解释。我只能说老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行业，而在学习的路上有一群程度跟你相当的人一起学习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回到我们的布朗尼，现在香蕉大概已经压成泥了，巧克力也融好了。
巧克力融完，香蕉压成泥之后，我们来把粉类过筛。这边是低筋面粉、可可粉，还有杏仁粉。筛到最后会有一些杏仁粉，因为它们颗粒本身就会比你的网目大很多。这种情况我就会直接把它们倒进去，只要不要让它们是成块状或是成团状的，没有办法搅匀的那种状况的话，我觉得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样我们粉类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我们刚刚的塑胶袋。然后我们把奶油这一整块250克奶油整块丢到袋子里面，然后跟砂糖一起用手搅拌均匀，像这样，等等。然后先不要把包装整个拆掉，你直接把它整个放进去。在里面的时候把包装拆掉，才不会导致整个全部都是黏兮兮的，会很难清。像这样子，然后把刚刚300多克的砂糖全部倒进来，稍微把里面的空气弄掉，然后袋口就把它绑起来。你就会得到一袋罪恶的根源，里面是砂糖跟奶油，超级霹雳胖。然后我们现在就拿我们的手温，就是正常的手，我手是暖暖的。如果你手会冷的话，你可以先泡一下温水，然后把奶油给揉捏，跟砂糖一起揉成罪恶的形状。我开始喜欢做甜点之前呢，我一直都把做甜点视为一个很高雅的兴趣，想象中应该就是一个很优雅、很悠闲的一个假日的午后，然后大家非常优雅、有气质的一起做甜点。但是在我开始喜欢做甜点之后，我发现其实甜点大部分都蛮需要力气的，所以想象中的高雅跟优雅在做甜点中根本就不会出现。像刚刚碾爆那个香蕉泥，跟现在在那边弄这一坨罪恶的根源一样，实在是没有什么优雅可言，大概就是需要很多力气吧。但是呢，让吃到的人感到开心的那一种心情，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啦。好了，给大家看一下，这大概就是我们罪恶的根源最后的长相。大概就会是这样一团的东西。那我们接着就要把它跟面团拌在一起。我们用剪刀把袋子剪一个角角，哎呦呦，然后把奶油和砂糖挤进去。搅拌的时候尽量用压的，不要用搅打的，才不会让你的面粉起筋性哦。大概搅成这样。现在奶油跟粉类混合的差不多了，我们就来打蛋吧。那我们蛋要分次加入，避免它油水分离，没有办法混合。等到面团把蛋液吃进去之后，我们再来加第二次。
接着我们加入我们的香蕉泥。那我们现在剩下的就是巧克力还没加，但是你巧克力一进来，你就必须要赶快让它进模，然后赶快进烤箱。所以最好是等你烤箱预热好之后，你再把巧克力加进来。那我们现在烤箱预热好了，核桃也烤好了。我的建议是，像这种比较大块的核桃，你最好是把它弄碎，这样你到时候才不会有很大的颗粒在你的蛋糕里面。接着我们把苦甜巧克力加到面团里面。然后你开始在心里面倒数计时，你苦甜巧克力下去以后，你就会赶快把它搅一搅，然后丢到你的烤箱里面去。不然你的蛋糕里面会有那个苦甜结块，然后又融化的那种颗粒感哦。搅好之后，你加部分的核桃，不要全下，就一部分的核桃你要留在你的蛋糕上面。好了之后，我们就赶快让它进烤箱吧。好烫。烤好了，是不是还蛮简单的呢？那我就把它分装一下，带去语言学校吧。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留言、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哦。